你能想象吗？一位来自中国大陆的妈妈，一边在台湾享受着安定生活，一边在网络上高呼祖国赶快，武力统一台湾。结果，她被台湾政府限令10天内离境，否则就要被强制驱逐。更劲爆的是，她放话要请律师告政府，甚至有另一位舔共网红干脆呛声：“我就滞留台湾，你能拿我怎么样？”这2件事最近在台湾闹得沸沸扬扬，引发全台关注。这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场风波的前因后果。故事要从一位网名叫亚亚在台湾的陆配说起。亚亚本名刘振亚，来自中国湖南，几年前嫁来台湾，在这里组建了家庭，育有3个孩子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亚亚的台湾籍丈夫在事件中始终保持低调，并未公开发声。许多人也好奇这位先生对妻子的所作所为究竟持何态度。平日里，他和许多幸运嫁到台湾的陆配一样，经营着自己的社群账号，分享家庭生活点滴。然而，他的影片内容和别人有点不一样。除了亲子日常，他还经常在影片里头表达对祖国的热爱，甚至公开喊话：台湾迟迟不回归，那就应该武力统一。一开始，可能没多少台湾人注意到亚亚的社群动态，毕竟每天网络上的资讯如此杂乱，谁会特地去看一个陆配在说什么？可是随着时间推移，他在中国的抖音上累计了不少粉丝，据说有45万人关注他。他拍的影片里，有时出现他年幼的女儿，小女孩奶声奶气地说着“我们是中国台湾人，希望祖国赶快来收复台湾”之类的台词。对岸的小粉红网友们看了心花怒放，觉得这个在台湾的年轻妈妈真爱国，把台湾的孩子都教育得这么有觉悟。不少人在她的影片下留言，称赞她是爱国好妈妈，更有人送上礼物打赏，助长了亚亚在对岸的名气。于是，亚亚在抖音上人气越来越高。树大招风，亚亚的统战言论终于引起了台湾这边的注意。有一天，一位台湾的 YouTuber 网红叫八囧，他平常就专门揭露一些统战宣传，批评舔共现象。他无意间刷到亚亚的影片，简直看傻了眼。天啊，居然有人住在台湾，享受着台湾的自由，却拼命帮中国宣传统一台湾。八囧越想越气，决定出手。他把亚亚这些影片截下来公开痛批，还直接向政府检举。结果移民署马上展开行动。要知道，台湾对于中国籍配偶是有相关法律规范的。《两岸人民关系条例》明确规定，如果有陆配在台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或社会安定的行为，可以废止他们的居留权。公开鼓吹中国武力犯台，显然已经踩到红线了。移民署通知亚亚来谈话，一场约谈就此展开。我们可以想象那天的场景，移民署的办公室里，亚亚或许坐立难安，一边是官员严肃的面孔，一边他还得解释自己在网上的言论。我只是表达看法，这是言论自由啊。据说他还反过来质疑移民署侵犯他的言论自由。但移民署的人员也不是吃素的，他们亮出调查到的证据，例如某年某月，亚亚在抖音上拍影片，说大陆武力统一台湾已经不需要其他理由，还有台湾迟迟不武统，等什么呢？等等。这些话传到台湾社会，引发不安。有人看到后真的担心，隔天解放军就打过来。官员严正地告诉他，言论自由有界限，在台湾鼓吹战争仇恨是踩线行为。约谈结束后，亚亚心里应该很忐忑。他在自己的账号上发了一支影片，标题就叫“被人举报，台湾移民署约我面谈”。影片中，他大吐苦水，说自己只是分享两岸时事观点，却被人举报抹黑，还说自己哪有主张武统，都是大家误会他，甚至怀疑有人伪造他的账号乱发内容。他一边说，一边还强调他热爱和平，两岸一家亲什么的。听起来彷佛他才是无辜受害的一方，被有心人扭曲了原意。可是网友们并不买账，毕竟那些喊武统的影片摆在那里，又不是瞎编的。特别是被他拿来当宣传道具的小女孩，那稚嫩的声音喊出那些政治口号，让许多台湾观众感到又气又心疼。舆论场上一片哗然，有人怒批他吃着台湾饭砸台湾锅，也有人质疑他当初嫁来台是不是别有用心。
甚至有传闻说，她取得居留权后就和台湾老公离婚，跑回大陆另嫁他人，还把自己父母也办来台湾居留。庞佛把台湾当成移民跳板。虽然这些传言没有确切证据，但在网络上已经吵成一团。不少台湾网友开始对陆配这个群体投以怀疑目光，他们当中会不会有更多人一边享受台湾资源，一边盼着中国来接管？面对铺天盖地的舆论压力，台湾政府也迅速采取了行动。就在亚亚发影片喊冤的同时，移民署已经调阅完相关资料，决定对他祭出铁腕措施，废止他的依亲居留许可。简单说，就是取消他留在台湾的资格。这还不够，处分书上要求他必须在10日内离境，5年之内都不得再申请来台依亲居留，等于给他贴上了一张长达5年的禁止入境标签。消息一出，全台震动，一时间新闻标题纷纷弹出武统亚亚居留证被废，限10天内出境。有的人拍手叫好，认为政府终于硬起来捍卫尊严，也有少数几位政坛人士提出质疑，认为直接驱逐是否过当。最引人注目的是反对党一名立委王宏威的发言，他跳出来说，现在就直接驱逐出境，台湾不是讲究言论自由和法治吗？这样做恐怕引发质疑，意思有点替亚亚抱不平，暗示政府这样做等于打压不同言论。然而这番话立即遭到包括其他陆配在内的许多人反击，特别是一位也嫁来台湾多年的中国籍配偶何新瑶，他挺身而出，在媒体前激动地表示，言论自由不是毫无限度的，在任何地方鼓吹战争仇恨、暴力罪行、伤害国家和国人，这些都不是言论自由。如果你在很多国家说这种话，早就直接把你抓去关了。何新瑶甚至哽咽地质问那些为武统言论辩护的政治人物，你们让我们这些挺台湾的陆配情何以堪？我们很多陆配都觉得台湾这次做的是对的，你们那些言论我们无法接受。他的一番话得到大批台湾民众赞同。原来多数陆配只是想在台湾好好过日子，对于这种恶意挑衅台湾的同乡，他们也感到蒙羞。而在海峡对岸，中国官方也坐不住了。中国国台办发言人在记者会上怒斥台湾当局滥用司法和行政手段，还批评检举人是宵小之辈，为虎作伥，扬言这种人必遭严惩。北京方面的强硬回应让整起事件更具政治性。许多台湾人也感到讽刺，在中国境内，若换成一名台湾人公开喊着要台湾独立，恐怕早就被逮捕法办，又哪来的言论自由可言？可见同一件事在不同立场下的认知有多么巨大的差异。事情发展到这里，看起来亚亚是骑虎难下了，一边是政府铁了心要他走人，一边要立即和小孩切割，对他来说根本不可能，所以他当然不甘心就这样被赶回去。毕竟他的3个小孩都还在台湾啊，大家可以想象，作为一个母亲，他最放不下的就是孩子。被限期出境的消息传出后，他的小孩在学校也受到关注，有同学甚至问，你妈妈是不是要被选？你们会不会全家被带走？这些话传到亚亚耳里，不知道他作何感想。接下来的几天，亚亚开始寻求各种自救办法。他声称自己找了律师团队，要透过法律途径来争取留在台湾的权利。他接受了一个网络节目主持人的专访，公开露面讲述他的心声。在镜头前的亚亚不再强硬，语带哽咽地说，他从来没有真正主张过武力统一，他一心希望两岸和平，两边的家人都平安。他说自己被媒体抹黑了，假结婚的指控完全不实，他来台湾是真爱真婚姻，没有为了健保或什么居留权作假，现在唯一的愿望就是留在台湾陪孩子们长大。节目主持人也提到，有传言说移民署的人曾告诉亚亚，可以帮他申请所谓团聚措施，让时不用离境，可以多留6个月陪孩子。亚亚顺势表示，他本来听到这点还燃起希望，没想到最后还是接到必须离境的通知，让他觉得遭到戏弄。对此，移民署后来特地出面驳斥，强调从没承诺让他多留半年，法律上也没有这种先不走留6个月的做法，避免外界误解政府放水。移民署强调，像亚亚这样鼓吹武统的案例，依法就是个案处理，
该走就得走，没有什么通融。眼看离境最后期限逼近，全台媒体都在关注亚亚到底会不会按时离开。有人甚至预测她可能不会自己乖乖走，很可能带着孩子们在机场上演一出骨肉分离、泪洒机场的大戏，博取同情。还有名嘴放话，如果到时政府不强制把她送走，他们就要发动抗议行动，例如号召民众去移民署丢鸡蛋，逼官方执法。一时间，亚亚成了全台讨论的焦点人物，而她的去留仿佛也成了一场攸关台湾法治尊严的考验。就在这紧张时刻，另一位在台湾的陆配网红也进入了人们的视线。这人叫小薇，来自中国贵州，和亚亚一样嫁给了台湾人，同样养育了3个孩子。如果说亚亚的言行已经让人傻眼，那小薇的故事简直让人五味杂陈，直呼荒唐。早在2022年，小薇就因为在网络上教坏小孩而小有恶名。当时有台湾媒体报道，这位贵州来的母亲每天在家拍抖音，让她年幼的3个子女对着镜头背诵统战宣言。那些影片里，几岁大的孩子们奶声奶气喊着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，祖国万岁，甚至还说出其他国家都支持台湾回归中国，黄皮肤的都是中国人。这种离谱的台词，更扯的是，最小的孩子连话都还说不清，只能在妈妈教导下点头附和。看过影片的台湾网友无不瞠目结舌，有人怒骂这位妈妈太恶心，竟然利用孩子来宣传这种政治主张。那位爆料的八囧网红更是气炸了，直接点名小薇吃台独的饭，砸台独的锅，意思是他拿着台湾政府的育儿津贴，享受社福好处，却干着颠覆台湾的勾当。小薇的所作所为很快引起了台湾社会对高风险家庭的讨论。有人担心孩子在这种环境下长大，会不会被洗脑，成为仇恨民主、盲从集权的小粉红。甚至有社工界人士呼吁教育局和社会局该介入关切，毕竟母亲整天灌输幼童偏差政治思想，已经影响儿童权益。然而，当时小薇本人似乎并未因此收敛，相反地，到了2023年，她在抖音上的言论变本加厉。她抱怨嫁来台湾让她很自卑，嫌台湾这不好那不好，说自己要带孩子回中国发展，因为台湾太穷太烂。她甚至威胁孩子们，如果太亲近他们的台湾爸爸，就把他们带回中国去，不让爸爸见。有时又用买玩具来引诱，哄孩子们唱爱中国的歌，还要孩子们也要到学校向台湾同学们散布这些言论。看得出来，小薇一心想当对岸的爱国网红。事实上，他在抖音的账号名称就很直白，叫台湾夫妇3个小孩，定位就是给墙内观众看的。对他那些荒唐举动，大陆的小粉红们倒是十分买账，赞美他有正能量，觉得他教育孩子爱祖国，很感动。然而，小薇似乎也明白自己在台湾的日子并不顺利。终于，他在2024年时真的付诸行动，他把在台湾存了12年的一些私房钱带回中国，在广州摆摊创业去了。临走前，小薇在抖音矫情地发文道别：再见了广州，我一定会再回来的。我一直在寻找一个有大梦想、有野心的人一起合作创业，可一直没遇到。我回台湾省，好好和老公孩子们一起打拼未来。看得出来，他口口声声回台湾省，心里还是认定台湾只是中国的一个省份。但表面上，他的故事好像画下句点，离开让他自卑的台湾，回祖国追梦去了。谁知世事难料，小薇在祖国的创业梦没多久就破灭了。他开店换了一个又一个地点，折腾来折腾去，最后自己在抖音上哭诉说生意亏本，被人骗了钱。短短几个月，他就灰头土脸的又要打道回府，不是回到台湾的老公与孩子身边。于是到了2024年年底，小薇又回到了台湾。许多台湾网友看到他再次现身，心想这次你该收敛了吧。先前那些满嘴统战的影片，教孩子喊口号的戏码别再出现了。然而小薇也许觉得风头已过，或者对台湾的包容心存侥幸。他回台后虽然不再那么高调炫耀祖国有多好，但过去的记录早已被保存下来。亚亚事件爆发后，有人立刻想起，还有个更夸张的不是吗？那个小薇当年比亚亚还疯狂，怎么能放过？很快的，
有民众向移民署检举了小薇过去发表武统言论、宣传统战的行为。移民署这回也不敢怠慢，毕竟亚亚案闹这么大，大家都在看他们怎么处理类似情况。据了解，移民署也对小薇寄出了约谈通知。收到风声的小薇情绪一下子崩溃了，她在抖音上发了一段语无伦次的影片，一边灌着威士忌，一边哭诉我对台湾做了什么，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，看起来颇为凄凉。她甚至提到自己曾说过要离开台湾，带3个孩子回贵州摆摊，如今怎么又回到台湾，似乎在懊悔又有些不甘。不少网友在她影片底下留言，当初不是叫得很爽吗？赶快回去啊，正好成全你。或许是意识到事情严重，小薇紧接着做了一个让人跌破眼镜的举动，她居然把自己抖音上所有涉及红统的影片通通删光，就连头像里原本插着的5星红旗也撤下来。更让人惊掉下巴的是，就在隔天晚上，她又发了一支精心打扮过的影片，面带喜色，高喊胜利耶，还对着镜头比出胜利手势，庞佛在宣告自己过关了，大难不死。这下台湾网友可炸锅了，大家纷纷猜测，难道小薇去移民署唬弄一番就被放过了？是不是移民署在包庇他，让他留在台湾？连八囧都看不下去，在他的频道上怒批，这什么事？移民署如果真让他全身而退，就是包庇。他甚至呼吁大家打电话、写信去抗议，务必要让政府知道民间的愤怒。一时间，移民署的电话信箱几乎被灌爆了。迫于舆论压力，移民署只好在3月19日再次发表声明澄清，强调行政机关办案自有程序，该调查的证据一样不少，该约谈的也一定会约谈，绝不会因为外界揣测就松懈。言下之意，并没有放小薇一马，一切还在进行中。原来，小薇那声胜利很可能只是她自我感觉良好，或在镜头前演戏给对岸观众看，毕竟她没说明胜利什么，但懂的人都懂。有意思的是，小薇在高喊胜利之余，还录了一段影片去安慰亚亚。影片中，小薇摇身一变成了好心大姐姐，劝雅雅说不要多想，好好过日子，度过这段困难时期。她语气和缓，完全没有再骂台湾半句，甚至开始赞美起台湾的人情味和健保制度的好。这态度180度的大转变，让人不禁怀疑，前些日子那个枪声我就不走，你能拿我怎样的跋扈女子，和现在这个装老实的人，真的是同小薇吗？透过亚亚和小薇这2个故事，我们不难发现，原来两岸间的大政治会这样鲜活地映照在个人的家庭生活里。这些远嫁台湾的中国配偶，有人选择低调融入，真心爱上这片土地，也有人心系故土，哪怕人在台湾，心却依然向着那遥远的祖国。他们每日面对着台湾的民主社会，但耳畔也许回响着来自故乡的声音，那是完全不同的价值观和认同。长期下来，心理冲突可想而知。像亚亚和小薇这样的人，也许自认只是说出了自己爱国的想法，甚至觉得是在替两岸和平统一做宣传，怎料到在台湾却犯了众怒。他们或许没有意识到，台湾多数民众如今认同的是台湾人身份，对于我们都是中国人这种说法极其反感，尤其武力统一更是台湾社会的禁忌话题，因为那意味着战火与牺牲，没有多少人真心希望发生。当一位在台湾生活的外来配偶高喊武统，等于是在诅咒台湾遭受战争，这样的言论当然无法被轻易容忍。但反过来看，这些陆配自身也陷入了身份认同的撕裂。拿亚亚来说，她在台湾有孩子、家庭，人已在这里落地生根，可她的原生家庭在对岸，亲朋好友多半是中国人，她当然希望获得他们的认同与支持。如果故乡那边的舆论环境期待她表态爱祖国、支持统一，她可能也不愿违逆。而小薇则更像是一头栽进民族主义洪流里，甚至不惜拿儿女做道具，只为了迎合墙内观众的爱国热情，因为那能带给她关注和收益，甚至某种心理满足。这样的选择最终让他们在台湾付出了代价，前有亚亚被迫离境，后有小薇前途未卜。这些案例也给所有在台陆配敲响了警钟。台湾社会欢迎陆配融入，但绝不接受吃台湾饭、
砸台湾锅的行为。如果真心爱这片土地，就不该做出伤害彼此感情的事。反之，如果始终认为早晚祖国要接管台湾，那为什么还要留在这里呢？回顾过去，两岸关系起起伏伏，陆配在台湾的境遇也几经变迁。早年在戒严时代，两岸隔绝，根本没有嫁来台湾的中国配偶。解严后交流开放，许多大陆姑娘嫁来宝岛，相夫教子，成为台湾社会的一份子。这几十年来，他们之中多数人和邻里相处融洽，努力克服文化差异，为台湾家庭添柴加火。也有一些陆配积极发声，争取自身权益，例如要求缩短取得身份证的年限，或者呼吁社会不要带有色眼光看待他们。可以说，他们既是两岸关系的见证者，也是自身命运的开创者。然而，随着近年两岸政治对立加深，一小部分陆配成了统战工具的角色，像亚亚在台湾、恩启在台湾、台湾表妹等等这类账号不约而同的出现。这些频道专门向中国受众宣传所谓台湾人其实爱祖国，台湾离不开中国的论调，背后原因有可能是他们真心相信统一论述，也可能是为了博取流量、打赏，甚至获得某些单位的资助。不论动机如何，这种行为终究踩在灰色地带，既让台湾人反感，也未必真能换来对岸的尊重。毕竟，大陆官媒会宣传他们的言论，但一旦利用价值过了，也就被抛在一边。而亚亚事件爆发后，移民署也证实还有陆配网红因类似言论被检举调查，例如前述的恩启已被约谈了解，可见亚亚和小薇并非孤立。对于台湾而言，这些事件提供了一面镜子，让我们审视什么是言论自由的界限。台湾一直以多元民主自豪，我们允许不同政治立场的表达，甚至包含统一的主张。可是当言论涉及煽动他人，鼓吹他国对我方的武力侵犯，那已经超出单纯意见的范畴，更像是一种对公共安全的威胁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依法采取行动，既是维护国家安全，也是维护多数善良民众的安心生活。当然，法律处置之外，社会大众的态度也很关键。如果我们因少数极端案例就对所有陆配产生敌意，那也是不公允的。试想，那些默默奉献家庭、支持台湾民主的陆配，看到亚亚、小薇的行径，心里或许比我们更气愤。他们跟我们一样珍惜台湾的和平，不希望被个别害群之马给拖累了名声。因此，在谴责该谴责的人之余，我们也该看到更多正面的陆配故事。毕竟，爱台湾和来自中国出生并不冲突，许多人就成功融合了两种身份，在此落地生根。最后，亚亚和小薇事件留给我们的是许多省思。当个人信仰的祖国与身处的家园发生冲突时，该如何抉择？言论自由的尺度在哪里？两岸之间的政治角力又会如何波及无数像他们这样的家庭？随着期限到来，亚亚会不会和平离境？小薇最终命运如何？这些问题都还有待后续发展揭晓。然而，可以确定的是，无论如何选择，人生没有办法两头都占尽。正如一句话所说，脚同时踩在两条船上。身在台湾，就请珍惜这里的自由与法治。如果心系他方，也许离开才是对自己信念的成全。希望每一位跨越海峡组成家庭的人都能找到平衡，不要再出现下一个亚亚或小薇。毕竟，家庭本应是幸福的港湾，不该成为政治角力的战场。对亚亚来说，她只是想留在台湾陪伴家人，但对于台湾社会而言，她的言行已经触碰了原则底线。这种原则与亲情的冲突没有简单答案。对于这起事件，你站在哪一边呢？有人同情亚亚一家，也有人支持政府的处置。你认为台湾此次的做法恰当吗？还是觉得言论自由应该有更大的空间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，一起讨论。